各位朋友好，我們今天要來跟大家講一個複製監視的這個功能。我們在我們的這個購書群組當中有很多我們的朋友，那這個朋友他們就在聊說這個問題，我給大家看一下大家的問題。他們有在問問題，就是說，我沒有辦法解決這個聯動的問題，因為它結構的東西對不起來，而且他一開始就把樣板弄錯了。跟他講簡單解釋一下這個內容。那這個狀態呢，以他來看，如果他本身沒有經過這個專業的學習的話，有可能會卡住。我講說，就是你可以用這個結構樣板重新開，但你必須要去解決一個事情，就是要做複製監控這個東西。也就是說，今天要跟各位講的就是 Copy Monitor 這個東西要做什麼事情。那當然，這個東西我本身也不是建築技師，我是建築師，所以我們要跟大家分享的東西是一個工作怎麼樣安排的模式，用這個模式去理解怎麼樣去串接，用這個串接模式去看你新的專案或是舊的專案怎麼移轉，就變得非常重要。我們來示範一下發生什麼事。你可以看到這一塊，這裡這就是複製監視的事情。舉例來說，我的這個專案是叫複製監視的新的專案，但我抓入個連結進來了，就是這個是我的連結。你看這個是一個外掛的連結。這連結模型是一個連結模型。好，在這個連結模型要做的事情是什麼？當我做這個動作的時候，那我發現一個狀態了，我的新的這個 project 是這樣子的，但是我的這個原礦，我在這裡，我住在這裡，原來的 project 它走掉了，那麼我可以做什麼事？來，我們來看檢視這個事情，它就會說，網格移動，結構柱也移動，那要怎麼辦？你要去做接受嗎？如果你接受的話，就直接移動。那如果我移動的話，你注意看哦。我按套用的時候，你的這根柱子就移過來了，這很重要，一定要記得這個事情。當你理解這個事情的時候，你就會變得簡單很多。因為你如果不懂這個事情的話，你其實是不了解說複製監視的好處的。它可以幫你去串接你原來有的跟沒有的差異，然後把它解決你要不要把它弄過來。比如說我們再繼續往下看，這是第一個嘛，那我們往下看這兩個，我一樣協調檢閱。那協調檢閱呢，我的結構柱目前是保持位置，我如果希望它去移動這個東西，你看我一按，下面這個就移過來了，看到了嗎？這很重要，你一定要記得我說的協調檢閱在這個事情上面，它能夠幫忙你的，其實就是可以讓你去解決我怎麼樣去對應這個事情。一樣，我在上面這一塊，這個第二個剩下這一個嘛，我在這一個，我再把它做移動的動作，我這個動作要記起來。你在做檢視的動作，不是說我只是為了要監視它，我要解決的是，我真的可以透過這件事去克服它所以你看，它就移動了。那麼我的原礦跟我的新模型的這個組合，就很明顯的知道說，其實我原礦移動了，我也跟着移動了。當然，這個模型是一個很明顯的問題因為我只是拿來做實驗給大家看，我移動的時候，它是真的這個地方可以看得到。好，那具體怎麼樣操作，我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怎麼操作，大家就接着看。好，所以具體怎麼做這個事情，我們先開一個新的專案，這是全新的專案。那我們剛剛那個學員遇到的問題，看到這個狀況是說，我不知道怎麼開一個新的結構群組，或是建築群組。他本來用結構的，本來用建築的去做結構的，就會遇到這個問題。那我們現在也不針對這個事件去看，我們看怎麼樣把不同的東西先把這個功能弄對。因為你開新檔案的時候，新建的時候，它是會有新建的一個樣板。如果你選擇的結構樣板跟建築樣板，它出現的上面的功能是不太相同，不全然相同。我是說沒有，不全然相同，這邊出現的結果是不太一樣。好，這是專案2，然後專案1。好，那我們來介紹一下複製監視到底要怎麼做。因為我要做的事情是保留原來的東西不動，但是我要去更新這個內容。那結構的技師可以專注做結構技師東西，建築做建築的。所以假設是這個狀態的話，我們先把這個變成是結構樣板。假設這是我們的結構樣板，是建築的。那麼建築師講在這個地方，這是一個。那我再開一個新的專案，那我們選擇結構的。那這個東西我們存，變成新檔，結構設計。那你這兩個對照完之後很單純嘛？我結構設計是這樣的，所以結構設計我要做什麼事情？結構一定很重要的是它的這個結構的位置，那它需要柱線嘛？假設我先做個柱線在這裡，好，那我們來去看，我先簡單隨便做一個。再來把柱線的水平向抓起來，那水平向我們先寫 A 一下，一樣往下走。好，以這兩個來看，那我有這兩個之後，柱線在這裡，那我現在很快速的用柱子我先選擇用這個混凝土柱，我先把網格这個整個抓起來啊。那各位，我現在建完了這個柱，我們去看 3D，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解析模型，你可以看到
它現在看不到東西，原因是什麼？它目前是被暫時固定給隱藏起來的啊，因為是 3D 來講，在結構來講它是沒有 3D 模型的，所以你會看不到是很正常的事情。所以各位在這個結果的狀況之下，你解決的東西模型要把它打開，做好打開才能看得到，這樣你才能看到的東西。那我們高層還沒有設好，所以我們高層先設一下，現在只有在2樓，我們再把高層設一下，我們抓幾個高層出來，幫助我們可以去理解說，當我們調整的時候發生什麼事。把這一項全部穿起來，然後讓它直接走到我要的高層。福利可證，我們在這邊，我們給它加上梁啊，梁就是在結構這邊有結構梁的這個內容。然後我先一樣網格把它抓起來。好 ，OK， 你看到梁出來了。那一樣，這邊梁沒有出現，按 VV 把梁給叫出來，它會有結構的柱，就會有結構的梁。看，如果結構構架系統那一樣，我們看看是不是被藏起来了？代表這個不是藏起來，原因是什麼？因為我們剛剛所建置的是這個還沒有完成啊，所以我們現在在梁的這邊呢，選擇這一塊網格上把它抓起來。那你這注意看，我先抓起來第一個，按完成，它就有了。我按梁，我把它給隔離品類之後，我快速的将它給走到各個樓層，我就有整個基本的梁跟住了。好，那我們以這個框架來看，它是一個完整的內容。那我要做的事情是什麼？就是我要複製監視嘛。OK， 所以這個是一個完整的檔案，我先把它存起來。OK 了，這是我完整的結構檔案。那結構可能之後會變動，那我現在來做建築的。好，那回到剛剛建築的這個地方，這是建築。我們要做什麼事情？把它給導入。那導入這個事情要先注意一下，有一個協作的這一段，在上面這個協同合作這裡，它會有一個複製監視。那你要先做一件事情，你先將你這個剛剛的那個模型把它給導入進來，你先連接 Revit。回到剛剛的這個結構設計檔，那現在我開起來它就不能動了，所以我先把這關掉，然後把它連接進來。結構設計的這個檔案，好，所以結構設計的檔案現在這個地方。那我的專案裡頭的這個的內容跟它現在看起來是有衝突的，所以我把它先拉開一下，保護我的這個所有的立面的位置。好，那現在做一件事情，我現在要開啟複製監視嘛，所以我在協同合作那邊來去做這個後面的這個主要管理。在我們在做這個事情的時候，目標是為了說什麼？目標是為了讓我們可以去跟我們的內容討論，所以這邊就會有一個這個複製監視的東西，然後選取連接，你點它，然後你就知道說我就要做什麼事。你看它會講我複製哪些東西，我監視哪些東西。好，那複製連接幹什麼？注意看哦，我可以複製它，複製我想要說的東西。那你可以批次複製，直接整個複製的這個內容，就是我可以以指定類型要做什麼事情，然後我也可以直接複製、批次複製、複製裝置，做這個整個的流程這個事情。那複製完之後呢，你可以看到我的這個立面圖複製完了，我可以看到我把原來的這個 3D， 這是建築的嘛，我現在完成了。你看我把這個藏起來之後，它是沒有任何東西的，也就是說你的這個東西我剛剛複製的是什麼？複製的樓層過來了，有沒有？它是沒有複製任何東西的，所以我們回來看。這個地方一樣回到剛剛的這邊圖，那在這裡呢，一樣是我做這邊我的複製監視，使用選取連接，我就可以去複製內容。那我跟大家講，就是說我單純的是抓這個內容，你可以選多個哦，多個，你全部把它圈起來，按完成。這時候發生什麼事？你看哦，回到剛剛的地方，我完成之後，我把這個連接按這樣，它就全部出來了。好，當然你現在看不到東西很正常啊，為什麼？因為我們的預設的這個內容它並沒有出現數位哈，所以我們在這邊先把這個調整。你剛剛我在複製的時候，注意看，我剛剛複製的時候並沒有選擇複製什麼東西，我只直接複製而已。它複製的時候是可以讓你去選擇你要的這個柱子，它不是完完全全就複製一模一樣的東西過來。所以我現在把這個藏起來，它就可以走到這個東西。同理可證，我在複製的時候，如果我們選擇 3D 監視複製，選取連接，那這個時候我要複製它，我選擇多個，你可以看到現在我連這個東西可以拉了，然後這邊可以篩選你要什麼東西，按確定之後完成，再看一次，這時候你都有了，你該有的都有了，原來的都複製過來了。現在我先隱藏品類，你可以看到這個，這是你的連接。我現在拿掉了這個東西，比如說我把這個東西拿掉，你原來這還在，因為原來這個是連接。所以現在這個東西它已經出現了所有我們複製過來的東西。好，平面圖也有了，我先完成。完成之後你看 3D，
我這個連結把它拿掉，你看還是存在我們剛剛的東西。回來我先把這個複製監視再處理一次，選取是連結。這時候我來複製的時候，我多個，注意看我能不能找到其他的東西。現在看得到注啊，有些東西你是找不到的，有些找不到的。那我要做什麼事情？等一下來注意看我發生什麼動作。我回到這個地方來，現在這地方我已經知道這個內容是這樣，那我也做了複製監視。目前這個選取連結我知道了，所以我知道這個監視的這個內容是什麼東西。好，我按完成之後，現在暫時我先把它存檔起來，我先把它關掉。我要去開剛剛的這個原來檔案。剛剛我們有一個結構的設計這個東西，比如說，結構技師把這個調整成這個狀態，然後我把結構技師在這邊，它也將這個內容調整過來，然後並且呢，它把這個第一個柱線整個往外拉。好 ，OK 了，它存檔。那接下來我們要做的動作，我們回去開剛剛的建築的這一段。它存檔之後，你看它就提醒你要協調，你看這個連結就跑出來了，都不一樣哦。所以這一段在做這個動作的時候，你就可以知道說，都不一樣了。但不一樣實際上要做什麼事情？我們要做的東西很單純，協調簡約這個地方，它就告訴你哪些東西你已經做了變化。這個結構技師做了變化，你要不要動？這跟你有關係，因為你的結構技師變化，如果你繼續這樣做設計下去，你一定會出事的。那麼我就可以選擇我要不要處理這個事情。要的話，我就選擇接受差異。那我按套用，你可以看到接受差異。我要不要解決網格移動？我選擇接受差異，還是我選擇修改網格 B？ 注意看，修改網格 B 又發生什麼事？按套用，那就修改掉了。那修改就可能聯動了，包括這個網格1也跑掉了嘛。所以網格1，我一樣在協作這邊做這個動作，也一樣是這個協調簡約這一段。那我的網格移動，網格移動要不要做？我接受了它，修改它，按套用，就跟着改過來了。所以現在這個新的模型，它就已經出現了這個新的變化。也就是說，連接進來的檔案有變動，我這邊的東西也跟着變動了。那麼這樣子，你2項就可以開一個新專案去做這個處理。這個功能並沒有很難哦，但是它可以幫助你有效的去管理不同專案的這個內容。我相信這樣大家就會比較了解怎麼樣去運行主要的細節。對，監視複製以及協調簡約這個東西要特別去小心。那協調設定呢，它有一些東西可以去看，因為通常會做協調的都是一些設備。電器設備等等之類，你看電器、火警、照明等等東西，可能被更改是不知道的，你就可以去更新它。那干涉檢查可以去執行看看，到底結構柱發生什麼事了，然後發生什麼狀態，它就會去找。我們剛剛已經改完了，就沒這個問題。影片很簡單，但希望大家可以馬上理解這個事情。如果有什麼問題，記得留言，我們幫你一起解答。謝謝大家。